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這個情境啊，就是你今天滿心歡喜的接了一個大案子，合約也簽了，結果回家仔細一算，哇，發現合約裡面藏了一個致命的計算漏洞。這真的很崩潰。對，超崩潰。而且如果完全照着合約的規格走，你不但賺不到錢，還會實打實的慘賠10萬塊。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一般人的直覺反應大概就是立刻回去找老闆吵架嘛，要求重新談判。或者是乾脆在施工的時候偷工減料，把那10萬塊的損失從別的地方補回來。畢竟在商言商，誰都不想當冤大頭啦。沒錯，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聰明人的做法。但是我們今天這趟深度解析的資料裡提到了一位鋪地磚的商人，他發現這個漏洞之後，完全沒有去吵鬧，也沒有偷工減料。那他怎麼辦？他選擇默默把這10萬塊的虧損吞下去，然後用最頂級的工法，一聲木坑底把地磚鋪得完美無缺。哇，這聽起來簡直就像個無可救藥的傻子耶！对，在職場上，我們常常覺得這種老實人注定是要被生吞活剝的。但今天我們這趟深度解析的任務，就是要打破這個迷思。我們這次的素材庫非常特別結合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蔡禮旭老師的德育故事，還有一份現代讀者的深度心得報告。其實表面上看，那個地磚商人真的很傻，但在一個充滿算計的社會裡，這位商人的傻其實隱藏着一種極度高階的生存邏輯。怎麼說？因為那個發包工程的老闆原本已經準備好要看這位商人會怎麼耍花招了，結果工程驗收時完美無瑕，這個震撼太大了。老闆最後決定，未來公司所有的工程全部都只發包給這個地磚商人。等一下，所以為了10萬塊的虧損，他換來了長期的獨家合作。沒錯。我們一直以為要生存在這個爾虞我詐的世界，你必須比別人更有心機。但這位商人卻用一種近乎透明的誠實，直接破了局。因為他無意間降低了商業世界上最昂貴的東西，也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對，老闆心裡很清楚，把工程交給他，晚上是可以安穩睡覺的。在這個到處都是掠食者的環境裡，能找到一個絕對不會在你背後咬你一口的合作夥伴，這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資源啦。說到背後咬一口，這讓我想到我們常常在職場上看到的一種現象，很多人為了爭奪眼前的利益，鬥得你死我活，完全沒有意識到更大的危機正在靠近。其實古人的智慧早就看透這一點了。對，就像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的時候，很多官員的反應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關起門來守着自己的1畝3分地，覺得只要我不惹事，災禍就不會找上我。這其實就是心理學上一種非常危險的功能性盲點。如果我們今天用自然界的現象來解釋，大家一定聽過溫水煮青蛙啊，經典的溫水煮青蛙。不過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不是青蛙有多笨，而是它的神經系統是如何被欺騙的。當水溫是極度緩慢的上升時，青蛙的感官會逐漸適應這個微小的變化。就是大腦會告訴它現在很溫暖、很安全，對吧？對，等到水溫達到致命的沸點時，它的肌肉已經完全失去跳躍的爆發力了。東漢的那些官員也是如此，他們對緩慢逼近的系統性崩潰失去了痛覺。所以貪圖眼前的安逸會讓我們失去逃生的能力，但有時候我們不是為了安逸耶，我們是非常積極、非常有野心的在追求某個目標，結果最後還是栽了跟頭，這又是為什麼？這個情況我們就得看看《資治通鑑》裡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的故事了。這可以說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最經典的歷史重現。螳螂捕蟬。對，夫差當時把所有的軍隊、所有的國家資源全部砸在攻打北方的齊國上。在他眼裡，齊國就是那隻肥美多汁的蟬，他一心一意只想着怎麼把蟬吃下肚，成就霸業。但是等等，讓我釐清一下，越王勾踐當時不就待在吳國的南方嗎？每天在那邊臥薪嘗膽、磨刀霍霍嗎？這麼大一個威脅，夫差的情報網不可能不知道吧？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伍子胥不是天天在他耳邊警告他嗎？夫差不是不知道，他是選擇性失明。當一個人極度渴望某個目標時，大腦的獎勵中樞會大量的分泌多巴胺，這種化學物質會強迫你的注意力產生嚴重的吞倒視覺。哇，所以這隻螳螂不是單純的貪心，它是產生了功能性盲點。沒錯，夫差的眼中只剩下攻打齊國能帶來的巨大榮耀，他的大腦甚至把伍子胥的警告視為阻攔我獲得獎勵的噪音，最後一怒之下把伍子胥給殺了。它等於是完全關閉了對南方越國，也就是那隻黃雀的風險警報系統。對，完全關閉。這個生理機制的解釋太有意思了。這就像我們在辦公室裡，假設今天空出了一個經理的位置，這就是那隻蟬。然後你為了一定要搶到這個位置，開始跟另一個競爭對手互相攻擊、互挖牆腳，甚至在會議上給對方難看。你的多巴胺告訴你，打敗他，位置就是你的。對，你一心想着那個位置，結果你完全沒發現，總經理，也就是那隻黃雀，正站在後面冷冷地看着這一切。最後，因為你們這種心胸狹隘的吃相，總經理直接從外面空降了一個新主管，你跟同事鬥得滿身是傷，蟬沒吃到，反而被黃雀給一口吞了。這個比喻太精準了。總經理在看什麼？他在看你們在面對利益時的吃相，還有你們的格局。這也是為什麼古人在談論道德時，其實背後往往有着極度冷靜的生存算計。像是見得思義，對不對？看到一塊誘人的利益，第一步不是撲上去，而是強迫自己的理智中樞介入思考，這個利益背後有沒有牽扯到道義。或者更直白地說，先抬頭找找周圍有沒有黃雀。看到利益，先找黃雀，這招真的很實用。但是這也讓我產生一個很大的無力感。如果說我們的周圍隨時都可能潛伏着黃雀，那為了生存，我們是不是只能逼自己變得比別人更狠、更有心機？這是一個很核心的掙扎。對啊，難道我們非得長出鷹的爪子，才能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裡活下去嗎？其實有趣的是，真正能長久生存下來的，往往不是最張牙舞爪的那一個。回到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位地磚商人，他展現的是一種柔性的力量。這裡我想借用一個很有名但也頗具爭議的現象來探討，那就是日本江本勝博士的水結晶實驗。哦，我知道這個，就是對着水說好話，水在顯微鏡下的結晶就會變成漂亮的六角形。如果对着水罵髒話，結晶就會變得很醜陋扭曲。但我得說，這個實驗在科學界其實受到很多嚴厲的批評，被認為是偽科學。你說的完全正確。從嚴格的實證科學角度來看，它確實有很多瑕疵。但如果我們今天跳脫物理層面，把這個實驗當作一種心理學的隱喻來看，它其實精準地描繪了人類的情緒機制。怎麼說？你想哦，人體有70%是水。當你每天在辦公室裡充滿算計，對別人散發惡意，天天想着怎麼防備黃雀的時候，你的大腦會長期處於戰鬥或逃跑的高壓狀態。也就是說，皮質醇會大量分泌。對，你以為你的惡意是射向別人的子彈，但其實它首先毒害的是你自己體內的細胞。你長期處在這種高壓猜忌的狀態下，你的身心健康、你的決策品質都會變得像那些扭曲的水結晶一樣混亂。哇，原來算計別人是先毒害自己。所以，真誠和善意，從某種角度來說，其實是成本最低的心理防護罩。這樣講我就懂了。地磚商人的真誠，不僅幫他贏得了老闆的信任，也讓他自己免於那種天天提心吊膽的內耗。不過，光靠真誠和善良就夠了嗎？歷史上多的是忠心耿耿、真誠付出，最後卻死得很慘的老實人呢。這倒是真的。比如幫漢高祖劉邦打下大半個天下的韓信，他夠努力了吧？結果卻落得個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這就觸碰到了生存哲學的另一塊拼圖了。你必須具備極度清晰的界限感與避嫌的能力。韓信的悲劇在於，他只知道怎麼當一隻最頂尖